那当然从招生讲过来，我觉得他这个大纲也蛮好的哦，都是同学以后最直接会碰到的关系的问题，包括导师的工作也是很吃重哦，班级经营啊，其实那个甚至比你的那个专业科目教的好不好，可能关系更大哦。好，谢谢老师的补充。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加入一些职业学校跟我们以前跟我们以后要相关的一些行政法规。那这些行政法规呢，就是大家稍微懂一点呢，其实也算是保护自己，尤其是你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呢，你因为家长不懂一些法规啦，那你如果懂一些的话呢，或者是在跟处事一些行政业务单位呢，你可能会就像冯老师讲的说，你懂得越多法规，你的脚就越站得稳了。所以这些的话，也是有一些就是让大家做参考，然后最后就是结语的部分。然后在前言呢，这个是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之，就是其实教育是一种善意的活动，那它是一个价值导向。那这个呢，不论是在你是在只是专任老师的一个教学过程中，或者是你是在担任导师的一个辅导的一个过程中，那其实呢，像我本身的话呢，我都会觉得说，学生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都是很天真、活泼、可爱的。即使说你今天会有很生气的时候，但是呢，他们的初衷呢，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呢，你一定是要就是觉得说你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在帮助他，就是一种善意的活动，然后是一个价值导向。尤其是我们在面对高中职这个阶段的学生呢。他们会有一些因为家庭背景的因素呢，他们会有很多价值观念是错误的。那你要怎么样去让他重新回到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其实是需要靠蛮长时间的一个努力的。那只能够告诉各位不要放弃，因为其实像几个学长学姐这样听下来呢，像我是觉得说上次俊廷讲的，其实就是还比较偏向于就是比较不好的部分，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不好的部分，其实大家还是可以保持着就是对教育的一种热衷，因为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学生呢是很贴心的。那这个很贴心呢，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学生，学生呢就是直接反映到你的身上来，对。然后再来呢就是教导跟学习的活动嘛，然后再来呢就是就是获知成果的一个活动。你今天不论是你在教学上，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其实你在教专业科目的部分，像我自己本身是会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说你自己的一个专业本身你很站得住脚的话，就是你这个专业你是很有把握的，其实学生在课堂上呢就会对你很尊重。你自己教的好不好，其实你最清楚。那学生呢，他会比你更清楚你会不会教。那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你带班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导师他上的那一门课，就是你导师上的那门课呢，学生呢反而会学得更好。而且呢，像我本身是教烘焙的，那我带过三个班，就我这3个班里面呢，他们就是大部分同学呢都会对烘焙很有兴趣，因为我是导师，然后呢我会影响他们蛮大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可能也会因为我是导师的关系呢，会比较特别的认真，不敢打瞌睡，所以呢这也是导师的一种威严，一种权威吧，对，所以这个呢那。最后呢，就是当你在看到学生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刹那，你就觉得说，这就是你这3年努力的成果。还有这是他的教育。好，然后我们再来请玉成讲那个教务行政业务的部分。好，那我这边讲一下教务行政的简介，那待会立文会再帮大家补充。那他的工作跟职掌啊，通常就是教务工作计划的拟定。还有老师任课，还有服务状况的考核，比较算是一个比较评鉴的感觉。然后还有教出各个规章的一些订定。那当然每个礼拜都还要开一次教务会议，还有每个月也都要开这个处务的座谈会。好，那他的会议也会决议一些有关教务的事项，也要巡堂这些上课的情形。跟教助职员工作的调配还有考核，当然每日他们还要检查他们的教务日志。
跟测定教务有相关的一些项目计划。那他们有很多个事项，接下来是还有一些像计划遴选老师的研究啊、进修，跟课程标准的研究修订，跟其他还有很多，因为教务方面其实是非常杂的。那当然还要配合校务工作的计划来测定每年就是研究发展的项目。那另外呢，教务工作它通常会设2到6个组，像通常有教学组、注册组、设备营善组、资讯组等等。那教学组的话，通常就是是在管老师的他的一些教学方面的。那注册组的话，就是像招生啦，然后还有一些收钱部分的。那设备营善组就是比较像是我们的一些设备，比较硬体设备等等的。那资讯组的话，就像是电脑媒体类的。对，好。那这个教务主任他们是怎么选的呢？一般的话，如果是公立高中职的教务主任的话，通常都是校长来聘选的。那他平常都在忙什么嘞？就是有一般的事务，还有这个学校的研究发展等等。那还会参与学校很多决策性的一些会议，那也会来审查教务处各个组的一些公文啊、计划等等，就是刚刚讲的那些2到6个组。那更重要的是，教务主任的教育理念啊，其实是要让下面的老师觉得说我是可以愿意支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管很多事情。那如果老师都不配合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很顺利推动很多事情。然后他再加上校长的领导呢，那整个学校还有学生呢都可以提升更棒的优质。那接下来要请丽文讲一下导师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导师的工作有哪些哈？那我们就先从导师的职责。那导师是对学生学业德性、行为、思想行为的一个直接指导者，那并且呢是学校教育政策还有学务计划的一个执行者。导师呢其实刚好是一个夹心饼干，因为呢你要配合学校的一些行政业务之外呢，你就是还要，也算是一个传达者，就是你要让学生很清楚的知道说学校的理念是什么，然后学校这学期有什么活动，然后学校里有哪些规定，那你还要能够让学生能够去服从学校的这些规定，然后可以让学生更知道说，让他们可以更容易去接受这间学校，让他们的认同度更高。好，那平时应紧密体察学生的个性，那因势利导的方式提供一个适当的建议，并以团体训练还有培养崇尚法治，高度的一个道德情操、稳健务实。好，那最主要就是德智体群美的一个健全发展，是导师的一个职责。然后导师应有的修养呢，就是你要有丰富的知识，好像现在都是不断的要一些进修嘛。好，那你